乌俄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逆转。前线上，红军村不仅没丢，反而被乌克兰收复一半城区。在后方，俄罗斯的领空不再安全，莫斯科火光冲天，被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在黑海区域，乌无人艇实施物理制裁，炸沉俄影子油轮大山号。俄军所谓的钢铁洪流在红军村已经消耗殆尽，而他们赖以生存的石油资源正在被乌克兰一点点的掐断。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还能撑多久？红军村的战况又会如何发展？之前俄罗斯媒体吹得天花乱坠，说是已经拿下的红军村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有多牛，结果却被乌克兰军队反推回来了一半。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反攻，更是把俄军宣传媒体按在地上摩擦。最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宣布，乌克兰控制红军村近一半的城区，并且直接甩出了数据。尽管俄军持续以重型滑翔炸弹狂轰滥炸，但乌克兰武装部队依然在红军村重新控制了13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减去灰色交战区面积后，占比达到了红军村总面积29平方公里的一半。目前乌军控制13平方公里，是在红军村北部。这段时间，乌克兰一直在沿着铁路北侧清剿红军村中的俄军，现在南部的作战也将开始。早些时候，乌军为了精简防线与保障补给，在红军村东南部完成了战术性撤退，而现在这部分兵力即将再次被部署到红军村，他们可能要发动新一轮的局部反攻，往红军村南部努力扩大控制区域。目前红军村的防御作战仍在继续，乌克兰每天都在解放更多的领土。大家回想一下，过去这几个月克里姆林宫是怎么宣传的？从去年9月份开始，俄罗斯官方至少7次对外宣称收复了红军村。为了配合这个政治攻势，他们搞了一套全流程的表演：步兵冲上去插个旗，无人机再拍个照，然后媒体开始狂欢，最后普京再出来通报表扬。就在1周前，他们还在这样吹牛，高调宣布完全占领了红军村，并在地上插了一面3色旗。基辅方面随后就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已经消灭了插旗打卡的俄军部队。俄军的频道还嘲讽乌军应该也去升旗来证明自己。如今乌军已经用行动予以了回应，假的永远真不了，乌克兰已经夺回了一半领地。这13平方公里是乌军顶着俄军的重型滑翔炸弹硬生生夺回来的，这说明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了，俄军的炸弹也奈何不了他们。为了这个战前只有6万人口的小镇，俄军填进去了不少兵力。希尔斯基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俄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17.5万兵力，占了俄军前线总兵力的1/4以上。为了拿下这里，俄军每天往下扔几十枚甚至是上百枚 FAB500、FAB3000这种变态的航空炸弹，把整个城市炸成了月球表面。但是乌军没有逃跑，他们钻进了地下掩体，搞起了机动防御。只要俄军炸完一轮冲上来，乌军就从废墟里钻出来反击。据统计，自2022年2月以来，俄军在这个方向的损失至少达到了20万人。仅11月这1个月就有1.5万俄军士兵阵亡，这是拿人命在填坑。每天几百个家庭破碎，就是为了给普京换取一张可以在电视上展示的荣誉照片。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哪怕填进去了这么多士兵的生命，红军村依然有一半在乌克兰手里。而且乌军还在每天解放新的领土，这对于俄军的士气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你是俄军的一名士兵，身边的战友一波波死去，指挥官告诉你胜利了，回头一看，乌克兰人又杀回来了，这仗是一点都打不了了。事实证明，只要战术得当，意志坚定，所谓的钢铁洪流也不过是一堆废铁和炮灰罢了。俄罗斯在前线推进不了，后方更是被打成了筛子。乌克兰对俄本土又加大了袭击力度，莫斯科被炸得炮火连天。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报告称，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不过他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和地面物品损坏。火力军觉得懂的都懂，大多数的时候，如果俄罗斯官员未特别说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损失，那一定是发生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不披露具体的损失，其实是为了掩盖损失的具体规模，掩盖战争对俄本土的实际影响程度，以方便俄罗斯民众继续支持这场战争。除此之外，索比亚宁称他们击落了3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但是莫斯科周边的机场那一晚上可是全部紧急关闭，其中包括弗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谢列梅捷沃和朱可夫斯基机场，总共有数百个航班被取消。俄罗斯在线媒体还报道，莫斯科机场的国内外乘客因航班被取消而非常焦虑。由于航班延误，被迫睡在旅游店、纸板和长椅上，而且这次袭击的范围极广，包含了图拉、亚历克辛、
亚罗斯拉夫尔和大诺夫哥罗德等城市，说明俄本土的大半城市都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半径内。俄罗斯那自称世界第2的防空系统，在低空慢速的无人机蜂群面前漏得像个筛子。另一边，俄罗斯最大的化工厂也被炸毁了。对于俄罗斯防空部队来说，12月11日的晚上绝对是一个噩梦之夜。乌克兰一口气发射了至少287架无人机，很明显，这是一次饱和式的空中围剿，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俄罗斯最大的化工厂。在大诺夫哥罗德市，俄罗斯最大的化工巨头阿克隆公司的工厂发生了剧烈爆炸。这个公司表面上是生产化肥的，实际上是典型的军民两用工厂，生产的氨和其他化学品是制造炸药的关键原料。现场目击者拍到的照片火光冲天，爆炸声震耳欲聋。虽然俄罗斯官方还在嘴硬，说是什么碎片坠落引发的火灾，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实际上绝对是被乌军精准命中了。不止如此，俄军在黑海上也被袭击了。乌克兰直接对俄罗斯实施物理制裁，用无人艇击沉了达山号，这已经是第4艘被无人艇击沉的影子游轮了。乌克兰的王牌武器Sea Baby 无人艇又立大功了。这次倒霉的是一艘名叫达山号的影子游轮。这艘船悬挂着科摩罗的国旗，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良民，实际上却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主力。当时这艘达山号在乌克兰专属经济区内还把应答器关了，全速冲向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想去拉一船石油换美金，结果被乌克兰的无人艇逮了个正着。轰的一声，达山号的船尾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这艘价值3000万美元的大家伙瞬间瘫痪在了黑海上，虽然没有沉没，但也基本是报废了。这种邮轮价值3000万美元，一次航行可以拉价值6000万美元的石油产品，被击毁后，不仅船没了，原本这趟能拉的石油也飞了，里外里一算，就是近1个亿美金没了。除了达山号，之前的开罗号和维拉特号也是在黑海遭到了乌无人艇的袭击受损。经常出现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与塔曼等港口的邮轮梅尔辛号在塞内加尔海岸附近沉没，还有中伏尔加2号邮轮在距离土耳其海岸120公里的地方遭到乌克兰空中无人机袭击。火力军必须要说，这一招物理制裁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签文件的文字制裁要有效1万倍。你敢运，我就敢炸，不管你挂什么旗，关不关应答器，在黑海这片水域，乌克兰说了算。现在俄罗斯打仗的钱全靠卖石油撑着，要是没人敢去俄罗斯港口拉油了，或者运油的成本变成了自杀式任务，那普京的战争金库还怎么维持？这才是对俄罗斯经济真正的绞杀。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这种物理制裁能不能最终拖垮俄罗斯？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喜欢的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